蓝星大气逸散，进入末世，而我可以穿越西幻世界。这个世界有精灵。放箭！有矮人，也有人睡过魔族。魔族每天都会进攻艾维诺尔线，这里每天都生活在危险之中。我把这个世界上交庇护所之后，我无敌了。拜拜。3个月前，我还是个被人欺辱的普通人。黑发黑瞳的人类，在我们连军事最下等的居民，竟然连蒸汽科技都不会使用。瞅瞅他那个熊样，恐怕连蒸汽科技是什么都没见过吧？来来来，从我胯下钻过去，我今天就放过你。好好好，蒸汽科技是吧？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钢铁洪流、工业克苏鲁！我要把这个异世界上交庇护所。我没开玩笑，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，那里有精灵，有魔族。江帆，现在是蓝星末日，我们没有时间陪你在这开玩笑。现在每耽误1秒，都有无数民众在死亡。我没有胡说，那里有温暖的气候，有可以耕种的土地，也有无数的水资源。蓝星末日来临，很多人精神都已经不正常。我精神没有错乱，我很正常，我有证据，这是我在那个世界捡到的魔石。这位就是我以后的老板了吗？看起来也挺平平无奇的。陈清瑶，庇护所现今最优秀的外交官，他可以随你去异世界进行一系列的外交事务。曼曼则是道门弟子，前往异世界也可以看看异世界对神秘学的影响。不可思议，这小小一颗魔核结构竟然这么稳定坚固！如果是这么结构，激光武器、外骨骼战甲都不是问题。赵队长，这石头一定要给我，我能搞出核聚变技术。放个屁！给你能做什么？给我能搞出机甲。两位，先别急，这石头你那边还有吗？有，应该遍地都是吧？你是说，那是一个有着无数魔石的世界？应该是吧？我说的明明是有无数魔物啊！喂，你是说那里还有无数还没有被开发的良田？那个世界有魔法，有魔物，那些土地都是有主的，人类能支配的土地很有限，甚至地位还很低下，全是魔石和珍贵研究材料的世界，未知的世界，几乎无限的土地。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啊？我们自古以来便爱好和平，一辈子只想种地。可那些土地不是我们的。赵队长的意思是，谁不让我们种地，我们就把他们种地。真理只在射程之内，不过现在只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只是一块石头并不能证明你说的异世界存在，你还有什么办法证明？我可以证明，我可以打开穿越之门。所有人一起戒备！
不可思议，这空间门就像是凭空生长出来的一样。如果能研究出这科技，我们可以冲出星辰大海，再也不用待在蓝星上等死了。屁！看看这空间门的材料，这对物理学就是神器。什么物理学？异世界都存在，物理学不存在了。有必要这么激动吗？有必要这么激动？江帆同志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材料学的飞速进展。以往只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机甲、核聚变，甚至是一直卡在进度上的南天门计划，全部都可以用最短的时间造出来。还有一整个异世界的资源，足以养活无数庇护所百姓。其中各类魔幻物质与科技碰撞，能造出种种神话中才出现的造物。意味着我们庇护所可以全体移民到异世界，所以你的安全重要性现在超越庇护所所有人。所有人进入1级战备状态，庇护所精锐全体集合，进军异世界。你们这些黑发黑瞳人，身体孱弱不如兽人，又不如我们矮人聪明。伟大的工匠之神在上，怎么会有你们黑发人类这么废物的种族？哈哈哈哈哈！黑发黑瞳的虫子，活着就是给爷当尿壶的，死了就把皮剥了当骨鞘。打完仗剁手指听个响儿，舌头叮桌上下酒正好。你胡说，我们来自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国度，只是我们忘了。小屁孩儿，你还真敢说啊！信不信我把你杀了？矮人大人是这世上最聪明的种族，兽人大人也是这世上最强壮的种族。和两位相比，我们人族就是个屁。一群垃圾，还不如江帆那个废物。也不知江帆那废物去哪儿了。我就喜欢江帆那不服气却又无可奈何的表情。把这些人类全部都杀了！大哥，这里毕竟是精灵族庇护，我们杀了这些人类，恐怕精灵族和那群白皮肤人类会问责。是啊，大哥，要不我们打他们一顿就行了。我是矮人王族，就算精灵族也得依赖我们矮人的珍奇武器对抗魔族。你倒谁是可随便杀人，精灵族和白皮人类会找我们族群的麻烦啊！完成本大爷交代的任务，每人奖励一把随发枪。多谢巴林大人赏赐，嘿嘿，弱小的人族能死在巴林大人的手下是你们的荣幸。卑贱的人类，这就是工匠之神赐予我们矮人最大的恩赐——蒸汽科技。江帆，包括你们人类，在蒸汽科技面前都是蝼蚁。这是，这是什么？这都是什么人？空间传送魔法可是传说中的大魔法师才能布置。这到底是什么人？出场竟然有这么大的阵仗！闭嘴！这种大任务可不是我们能得罪的。新鲜的空气，还有这充满生机的世界，快把所有探测仪器打开。没必要这样吧？当然有必要，这里的环境简直比典籍上先贤记载的仙境都要好。指挥官，他们这些某个领域内走到极致的人，有些时候确实是会有些奇怪和狂热的。那你呢？本地种族也太没礼貌了。
江帆，怎么会是你？这就是异世界的种族。这个小矮人这么矮，是天生的还是基因突变？你们笑什么？我老婆在家生孩子。大哥，我老婆今天也要生孩子了。你们老婆是一个人？江帆，你个垃圾！正好今天把你们一起解决。最高等级戒备，所有火力权限全部打开。大哥，老牛，我怎么感觉有点慌？大哥，要不我们还是跑吧？你们怕什么？他们身上根本没有魔法波动，也没有真气科技，只有几只烧铁棍，你们怕什么？相反，是男人就出来和我单挑。江帆，好啊。江帆，你个蠢货！我们矮人可不只是有真气科技，我们的力量也是。矮人，时代变了。江帆，你个蠢货！我们矮人可不只是有真气科技，我们的力量也是。矮人，时代变了。工匠，这是救我！跑的倒是挺快，现在呢？江帆，我可是矮人族王族，你给我打！可惜，准头差了点，抱歉。刚刚有些冲动，不会给你们工作带来麻烦吧？指挥官的安全胜于一切外交事件。你们是？老乡，我们是人类。你们是？完了，竟然是人族！你们给人族惹大祸了！魔族入侵世界树，精灵族掌握魔法。牛头人拥有力量。哥布林拥有极致的繁殖能力。矮人则是靠着蒸汽科技给所有种族提供强力的武器。黑发人类只是最弱的种族，得罪了矮人族，我们人类要有大难了。老乡放心，我们来了。从此之后，我们人类什么都不用怕了。什么叫不用怕？我们人族甚至连抵抗矮人族最简单的防御工事都没有。防御工事简单啊，矮人族攻打很快就到了，现在就算我们所有人全部开始修建防御工事，也不可能。是。愚蠢的人类竟然敢攻击伟大的矮人王族！勇士们，是时候让这些卑劣的人类知道我们矮人战士的勇猛了！勇士们，
带上我们最新发明的燧发枪和黑火药，用最绚烂的战争告诉整个艾维诺尔的种族，伟大的矮人族才是最强的种族。父亲放心，我会用人族和江帆的毁灭告诉所有种族，在有了黑火药大炮之后，什么魔法，什么斗气，时代变了。出征！这不可能，这么快就建好了。嘿嘿嘿，这地儿不错。神迹，你们难道是建筑之神的神使？这是我们以后住的地方吗？这种房屋只有上等种族才能居住吧？真是，你们肯定是神使。我们可不是什么神使，这可是基建狂魔。这是滴血，保护人族神使。是牛头人。这牛头人很强吗？牛头人，当然。牛头人当然厉害，巴顿更是牛头人中的王者。他们的肌肉号称最强防御，能抵抗最强的冷兵器。他们的实力更是强大到足以碾碎一切来犯之地。对付区区人类，巴顿只要防御住他那烧铁棍一般的武器，就可以团灭这群人类。女王，艾维诺尔看着这些恶徒胡作非为吗？埋葬的古神在复苏，冰霜之下巫妖王的力量已经被人拔出，更大的黑暗就要来临。只有矮人的蒸汽科技能帮助我们抵挡这些黑暗。我们庇护了黑发黑瞳人族数百年，他们……女王，你看！为了部落，保护神使！哈哈，愚蠢的人类！我可是部落里体魄最强的牛头人宗师啊！结束了吗？我们黑发黑瞳黄皮肤的人族自古在这片土地上就不受待见，没有魔法天赋，没有斗气天赋，现在结束也挺好。肌肉强度远超蓝星上任何一种生物，枪都不会用，算什么宗师？这就秒了！神使，你绝对是神使！指挥，根据我猜测，这牛头人和我们的基因相似度非常高，但身体之中却有一种能强化身体素质的物质，所以他们的血肉只需要把这种物质提取出来，我们人类就能突破人体极限，全民超凡。那岂不是人人如龙？不仅如此，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都是对材料学的一种超现实创新。我已经把数据传送回去，很快就能有研究成果送过来。这么快就能做出成品？你要相信庇护所速度。哈哈哈哈哈！江帆，你的武器已经用过一次，不能再用了吧？看我矮人大军如何碾碎你们！完了完了，
这是矮人族的大军，矮人族的大军可是使用最先进的蒸汽科技。我们这一支人族这次要被灭族了。李姐，本地的种族也太没礼貌了。上面早就猜到有可能的突发情况，所以早有准备。你们为什么不怕？蒸汽科技，我们背后站着的可是整个帝国。我的背后可是无尽的钢铁洪流啊！我的背后可是无尽的钢铁洪流啊！这种暴力美学，我的工匠之身，这是何等造物！这才是男人的浪漫，这种东西就不该被孱弱的下等人族得到。这种好东西放下等人族手里，他们玩得明白吗？我们矮人才是极限的始祖，矮人同胞们，我们有着最先进的燧发枪，最先进的大炮，为了锤石部落的荣耀，锤石部落的荣耀。指挥官，本地种族一直都这么勇敢的吗？是时候该让他们见识到差距了。神使们，哪怕我们有这些铁皮凶兽相助，但根本打不赢矮人的。我们拦住他们，神使你们快跑！老乡们不用怕，对付他们，甚至还用不到我身后的坦克。所有人准备！燧发城的有效射程是30米，是时候让这个世界所有种族知道，我锤石部落的蒸汽科技才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。开枪！矮人族的勇士冲锋，碾碎他们手里的烧火棍。艾维诺尔的黑发人类手中那个武器倒是挺有意思的，他们的背后似乎是一个黑发人族组成的文明。您决定庇护这些黑发人族了。世界树上从不缺少禁忌武器，但面对蠢蠢欲动的魔族，即将复苏的泰坦，这些禁忌武器并不如矮人的蒸汽科技作用大。骑士守则告诉我，强者应该向更强者挥剑，而非欺辱弱者。若是他们能击退矮人，我以精灵女神的名义庇护他们，并且允许他们身后的庇护所成为艾维诺尔的附属国上贡。可，他们面对的是手持蒸汽科技的矮人。这是不可能！还剩100米，所有人准备！开枪！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们的燧发枪吗？谁打的燧发枪？燧发枪没有这么快和这么远的射速。巴林，在庇护所的现代化武器面前，蒸汽科技算个屁呀！混蛋黑发人族，竟然敢轻视我们矮人族的最高杰作，给我推上来！这可是矮人族最伟大，用来终结魔族的最终武器。江帆，你给老子去死啊！这可是矮人族最伟大，有
用来终结魔族的最终武器，相反，你给老子去死！我的功效。这是那些不会魔法、不能修炼斗气的黑发人类弄出来的东西。黑发人族能创造这些物品，确实值得称赞，但这却也是巧合。什么巧合？一是矮人族并没有在意这些自称庇护所的人族，虽然准备了碎发枪和大炮，但人数太少。若是庇护所的武器可以无限使用，为何会到现在才拿出来使用？可是女王，如果我们给予支持，这些武器未必不能量产。矮人作为世界树上技艺最强的种族，他们一把碎发枪的造价堪比培养一位1阶魔法师了。他们的武器必然造价不菲，而且他们的战士身体很孱弱，在大规模战场上未必好用。准备一下吧，莉亚，我精灵国将正式接触这个庇护所，让其成为我精灵王国的附属国。遵命，女王大人。可若是庇护所不同意，精灵王国内可就轮不到他们不同意了。贫民区很穷，可以带一些物资去拉拢他们。输了，我矮人的蒸汽造物怎么可能输？我太久没出现，哼！你们矮人真觉得这些武器是你们创造出来的吗？混账！你不是说你的武器领先这个世界500年吗？你们答应帮我除掉那些黑发人族，不也没做到？我的武器绝对是最先进的。那群黑发人族许是得到了一些秘宝吧？或许你该看下他们的武器。我这次代表的可是泰坦神下巫妖王莱茨告诉你，攻陷艾维诺尔特的时机已到。我不希望决战之时还能见到那些讨厌的人类。等等，我还不知道你的种族。你和他们是？30年前吾穿越到这个世界，都没想到这个世界还有那些卑贱的庇护所人血脉。在原本的世界，我惹不起庇护所，现在庇护所人难不成还能也来到这个世界？哼！记住，我只要庇护所血脉全部死绝。小区已经基本建设达到，预测可入住10万人。随后建设计划将持续进行。庇护所已经决定开启第1波移民计划了。特战队不先进来吗？指挥官，特战队需要留守9州国土最后一刻，保护民众安全。他们值得钦佩，我们得加快步伐。李雪最近在研究室已经提取出牛头人体内让人变强的物质，只需要投入足够的本土物质，就可以对一个人的肉体无限强化。岂不是说我们庇护所人以后人人都能成美队？格局小了，我觉得全民都能成为祖国人。如果是这样，岂不是说……另外，精灵王国请求与庇护所外交。喵呜！精灵族的护卫还有女王，他们这是要去哪里？那还用说？听说矮人族最近在那群黑发人族吃了败仗，美丽的猫女小姐要来买点物美价廉的商品吗？喵呜！矮人族在那群什么都不会的人族手里败了，所以他们应该是要去安稳矮人族吧？所以美丽的猫娘小姐要来买点。
我的马格图比耶之神，哎，他们要去的是人族的方向。女王，我们这么大张旗鼓，若是被矮人族看到，矮人族需要敲打敲打了。拉拢庇护所人，也能给矮人族一些紧迫感。可庇护所那些人若是不愿意，我亲爱的莉亚，那群庇护所人很贫穷，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建筑师打造和艾维诺尔城一样的住所，也可以提供食物和保护。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呢？只要我们把条件提出来，那群庇护所人会求着成为我们的附属国的。这里是贫民区，女王，这里是艾维诺尔之前的贫民区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们难不成有神灵的帮助？无碍，一座城市的运转除了住处之外，食物兵力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庇护所一定会答应成为精灵王国附属国的。精灵族拜访，还请到会客厅相见。这里是贫民区，是艾维诺尔之前的贫民区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他们难不成有圣灵的帮助？无碍，一座城市的运转除了住处之外，食物兵力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庇护所一定会答应成为精灵王国附属国的。精灵族拜访，还请到会客厅相见。你们到底对我家女王做了什么？人都说胸大无脑，没想到不答应我。不是你们，我家女王为什么保持这个奇怪的姿势快1个小时了？你懂什么？两国交涉，自当雅量。女王姐姐来此，不知来做什么？我想让庇护所成为我精灵国的附属国，我们可以为庇护所提供保护，也能为庇护所提供至少每人1天的食物。对了，你们庇护所一共有多少人？世界树上的国家，一个国家正常也就100-200人，至多不过1-2000人。庇护这点人数，还能得到庇护所的技术，不亏。14，只剩下14个人了吗？不用担心，只要在我们精灵的帮助下，迟早会重新发展起来的。我叫艾丽，是精灵族的女王，在世界树势力中都算是大势力了。今天我去招揽一个名为庇护所的小国，他们说他的庇护所有14亿人，什么时候庇护所人口能和亿扯上关系了？14亿，我们庇护所苦啊！女王陛下刚刚说，给我们庇护所人提供每人1天1顿饭，还算数吗？精灵王国可以给庇护所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。我们精灵族每个人都是最优秀的魔法师。成为我们的附属国，我们精灵可以为庇护所提供庇护。庇护所可不需要庇护，矮人大军已经在杀来的路上了。不管是你还是你身后那14亿庇护所人，都会被矮人屠杀。指挥官，老家那边又送了一批物资过来。女王，正好今天也告诉你一个道理：凡我庇护所者，虽远必诛。特战队员方圆罗芳，已送达物资。
用拉就能跑的车，也不是魔法。你想靠这些很奇妙的小玩意儿去抵抗矮人大军？哼！黑发人族在艾维诺尔的处境很不好，靠着精灵庇护所才能站稳脚跟。别异想天开了。异想天开，你们马上就会看到。这东西竟然能距离这么远看到战场场景，如果战场上能随时把控位置，岂不是说能稳胜？这异界人见识真短。方圆兄弟，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怎么就加入特战队？我以前是养虫子的，末日来了，庇护所需要我，我就来了。锤石部落的战士们，黑发人族竟然残杀我们的同胞，此仇需用血来偿还。这些弱小的人族全部杀光，人族小孩的血肉，矮人族必将斩尽仇敌。可是上次巴林王子带着大炮和碎发枪去，都已经输了，我们真的能赢吗？怯懦的人不配做我们矮人战士。巴林是我的儿子，被人类用卑鄙的手段谋害。这一战，我将赌上我矮人王的一切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将要面对的敌人。处于狂热状态的矮人，实力至少提升1倍，很难对付。不急，也是时候让你们看看我庇护所的手段了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将要面对的敌人。处于狂热状态的矮人，实力至少提升1倍，很难对付。不急，也是时候让你们看看我庇护所的手段了。发射！这是我当是什么？他们不还是什么事儿都没有？你这个女人懂什么？女王是精灵女神在人间的代言人，你敢无礼？她是精灵女神的代言人，本姑娘还是三清祖师在人间的代言人呢。好了，别急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小野一郎的任务终于能完成了。更精密的造物图纸，我矮人族一定要得到。那是有什么东西好像在飞过来？难道是什么魔兽？我们这么多矮人战士在这里，就算是魔兽也能轻松杀死了。快跑！隐蔽！莉亚，我们走。看来他们能消停一段时间了，正好趁着这段时间好好建设下防御工事。我看未必，信仰西方那群神的能有几个好东西，全都一肚子心眼。倒也不用担心，强化舱已经调试完成了。这岂不是说我们人人都能成祖国人了？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身体素质弱，现在最大的短板补齐了，我能和神话中的仙人一样了。
莉莉丝，你失败了。大人安排在艾维诺尔的钉子也被拔除了。那群矮人太废物了，而且黑发人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了什么威力强大的武器。黑发人族的武器很强，可他们身体孱弱。我去斩首。一头怪物怎能知道吾的计划？该死的庇护所后人，运气怎么这么好？这就强化完了，所以我现在到底有多强？我摸摸就知道了。现阶段能强化的上限就是6次。指挥官，你的身体素质大概能和这个世界传说中的黄金比蒙肉搏。不过因为资源问题，若想大规模普及，那就只能强化1到3次。有必要这么激动吗？就算黄金比蒙真的复生，也就是一发导弹的事。黄金比蒙可是能和巨龙肉搏的生物，拳拳到肉才是男人的浪漫啊！男人的浪漫？那科学院那边正在研究的核聚变机甲，就没有你的份儿喽？核聚变机甲？这个不是不可以考虑，不过你刚强化完身体，我带你回房间好好检查一下。指挥官，我觉得和本土居民的外交政策有些地方还需要调整，和我一起去谈谈。指挥官，我要和你研究下道门双修秘典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这也太可怕了。现在安全问题有了保障，也是时候开启举国迁徙计划了。魔物怎么出现在艾维诺尔？如是江帆。嘿嘿嘿，美女，我想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？完犊子了！防卫这么严密的情况下，竟然有人能突破到我房间？要不，咱们吃完聊。吾乃巫妖王座下，汝等黑发人族掌握的禁忌武器已经严重造成威胁，吾负责清除。进来这个！经过强化之后，我的力量好像已经不弱于传闻中的黄金比蒙。黄金比蒙可是能和巨龙诸神争霸的存在啊！现在该轮到我了。嚣张啊！怎么不嚣张了？人类，你彻底惹怒我了。人类，你彻底惹怒我了。不可能，
你们黑发人族明明都只是普通人，为何能一拳打碎吾的邪神之谋？这是魔法还是斗技？我左拳伤害高，右拳高伤害，老子纯劲儿大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跟上我的速度？不理解。不可能，前几天你明明还是个普通人的。黑发人族很强，原本想着失去矮人族这棋子，来威慑收服这黑发人族，现在得找机会逃了。可以跑。我在等我身后的士兵，你在等什么？等死吗？被俘虏，你们想问什么？你就这么直接招了？是啊，最起码也稍微抵抗下嘛。被俘虏之后，为了避免被凌辱，减少无用的抵抗，他刚刚眼神一直在吴身上停留。他诽谤我啊！他诽谤我！你以为我们会信？其实我身材不比这魔女差的，人不能，至少不应该。我真没什么其他想法啊！你们知道一只会说话的蜘蛛对男人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吗？所以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袭击指挥官？我是巫妖王座下先锋大将，矮人族是我们的人。我原本想收服你们黑发人族作为案子，谁知矮人族竟然是巫妖王的人，这艾维诺尔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。对了，巫妖王属下有一位也是黑发人族，矮人族针对黑发人族就是他指使。难不成这个人和你一样？不知道。除了这个外，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吗？个子很矮，口音也不对，栖息物者为俊杰。此事关系重大，我必须早点上报。好的，陈姐，这些樱花国人来这里，肯定有什么阴谋。那个，我知道，条件1天1包，不，3天1包。那个长长的红色的食物。那个辣条我们这里管够，不过这天下可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你得给我们打工。这是何等的造物啊！这是何等的造物啊！恭喜主人得偿所愿。苏醒吧，曾经统御天魔魔物的古龙！
踏碎艾薇诺尔，踏碎那群该死的庇护所后裔！女王，你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了。那群庇护所人最近在做什么？女王，他们在种地。种地？看来果然是我想多了。若庇护所真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只会安心种地？女王明鉴。走吧，确实该好好休息了。这是魔物巢。是魔兽巢！我们好不容易过了几天好日子，和这群畜生拼了！是啊，哪能让我们过上现在日子的恩人在前面拼命，跟这群畜生拼了！大不了就是死！乡亲们，保护百姓本就是我们的职责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我们也早有准备。这就是那个小野一郎召唤的邪物。这种怪物，我通过道藏研究出一种自爆之法，我去跟他报了。大可不必。这种怪物已经不是我们庇护所的事情了，本土种族那边也不知道是什么态度。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，学姐，上面支援什么时候到？已经在加急赶来的路上了。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去顶住。这是垃圾就该扫在垃圾堆里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强大种族与庇护所这种弱小种族之间的差距。女王小心！巫妖王座下十魔将之一莉莉丝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莉莉丝现在是我庇护所的人，就不劳精灵族费心了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娘会死，和这种怪物做对手一定会死的。庇护所，果然又有人穿越了。庇护所，果然又有人穿越了。
打不赢，理智告诉吾，现在逃跑还有机会。保护江帆。看来你比我来得早啊！愚蠢的庇护所人，我80年前就穿越过来了。同时和我穿越过来的，还有一群庇护所人。经过一开始互帮互助之后，我便杀了他们。可惜还留下庇护所这低贱血脉。原来是你这畜生！我们先祖好歹和你认识，你竟然杀了他们！混蛋！矮人族追杀整个艾维诺尔，我们这些年生活这么难，都是你做的！你早就知道我的存在了。矮人族再废物，至少也是有我给的武器。只是我没想到你们这次来了这么多人，不过依旧是一群蝼蚁。只要交出庇护所人，我便退军。我杀你们，甚至都不需要我出手。精灵女王，我小野一郎可以答应你，只要你们把这群庇护所人交出来，我便可以退军。如果只是丢弃这些什么都没用的人族，似乎也不是不可以吧？如果不是这群人族灭了矮人族，我们现在哪里会这么艰难？愚蠢的庇护所虫子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力量的威慑。我精灵族和魔物没有缓和的余地，更不会妥协。明智的选择。这个该死的家伙，一个没有任何能力的种族，不就是获得莉莉丝的庇护吗？真当我精灵族怕了他？小樱花人，你的打算成功不了喽！愚蠢的庇护所人，低贱的虫子。你对庇护所很有意见？意见，或许说是羡慕更好吧。凭什么你们庇护所有悠久的历史、无数瑰丽的文化，我就不信你的祖国还能庇护你们这群废物！所有人准备战斗！不需要了。认命了吗？没有你们强大庇护所的庇护，你们也只是一群巨婴罢了。停手不是害怕，而是对付你足够了。庇护所人就只剩下嘴硬，除非你们的祖国也到这异世界。可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如你所愿。如你所愿。八嘎！这是何等的神迹呀！哦，如此大的空间传送门，只有神明才能开启。这就是他的底牌。门的后面是什么？八嘎！
这家伙竟然还藏着这样的底牌，不过区区特战队员罢了。唐特，不怕。喵呜，那个怪物好像在害怕。怎么可能？这怪物绝对是天灾级别，竟然在害怕。那里面到底有什么？打断他！打断他！不能让他摧毁空间门！我来。不需要。机甲！这是机械造物，没有魔法，也不是矮人族的蒸汽科技。这就是庇护所底蕴吗？可笑我之前竟然还想让庇护所成为精灵的附属国。该死的巴顿那个蠢货，之前竟然还敢去袭击人族！人族该不会记得我们以前欺负过他们吧？庇护所量产型机甲炎龙1号，核聚变驱动，激光武器，携带多种单兵武器。表面金属是以魔法世界和现实世界金属结合出的高魔抗、高硬度合金。该死的，能够穿越异世界这种秘密，你怎么舍得和官方合作？家国大义，你这种畜生肯定理解不了。找死！庇护所人虽然武器很厉害，但个人身体素质孱弱，保护他们。那也不用，第一批特战队员应该已经强化差不多了吧？这些人是……6啊！这还是那些孱弱的庇护所人吗？这还是那些孱弱的庇护所人吗？怪物，庇护所人都是怪物，这种杀戮难道就不怕众神的怪罪吗？怪罪？艾维诺尔的战争是种族之间的战争，像你们这样屠杀，是对众神的亵渎。对众神的亵渎，我们庇护所人可不信神，他们拼命，是因为他们身后站着，是他们所要守护的百姓。这是何等的意志和信念！可就算如此，那头骨龙魔物你们想怎么处理？还不需要靠我们各族一起出手。庇护所人很强，可我们也不弱。
就是，哥布林大军们，等会儿就是我们出手的机会啦！不需要。江帆，别犹豫了，现在所有种族联合起来，还能与之一战。你看，这也是你庇护所的机械造物？这我真不知道。我们庇护所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吗？还是我来说吧。自从和这里接触之后，材料学和能量学迎来了飞速发展，甚至制造出了魔法和科学相融合的产物。它就是专门为你制造出来的装备。我神经操控会对身体形成强大的压力，如此巨大的战争机器，只有你强化6子的身体才能操控。变形。星期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快动手！江帆，你死定了！影姬可是影之一族天生的刺杀大师，任何对手他都可以做到一击毙。怎么可能？八嘎！莉莉丝，你竟敢背叛巫妖王！巫妖王，他吃过蛋黄派，吃过辣条，喝过可乐吗？影之一族，影之一族是天生的刺杀大师，他们虽然本身防御很弱，但能藏身影子中，攻击几乎能无视防御，从来没人活捉过他们。侥幸，侥幸罢了。老板，你什么时候也成侥幸哥了？要不是为了引出影姬，这个小日子早被我们轰成渣了。结束了，我们赢了！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庇护所全体迁徙异世界计划出现了变故，鹰将庇护所可能已经知道了。我们能有麻烦？哦，我亲爱的史密斯专员，快看，只要我按这个按钮，立马就会有可乐送来办公桌。指挥官阁下，别折腾你那破可乐按钮了，庇护所那边出事了。哦，没有人比我更懂庇护所，他们。亲爱的史密斯，
曾经我说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懂股票，他们不信。事实证明，只有我是真正的股神。对庇护所的了解也一样。指挥官阁下，这不是演习，庇护所似乎在搞一个大计划。大计划？从几天前开始，他们就不停地将全国各地基地的难民全部接到北极。如此大规模的迁徙，我有理由怀疑他们似乎找到了规避末日的办法。亲爱的史密斯，我觉得是时候联系我们的盟友们。是这样的，指挥官阁下。出发，庇护所北极基地。啊！好小子，我差点以为以后都见不到了呢。赵哥这话说的，等去了埃维诺尔不就能见面？好小子，你们在那边打赢了几场战争，没给我庇护所丢人。这边情况如何？撤离大概90%，不过我们的卫星拍摄到，鹰将联合樱花、棒子国已经向着北极驶来了。事实上，上面对这种事早就做好了预案。如此大的人口迁徙，如果没有被发现才奇怪。最终手段用不到，但也可以让他们见识下科技和魔法结合的威力。通过对魔法世界的逆向解析工作，以核聚变原理处理五行魔核，可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施展五行魔法。或者说，这具铠甲本身就是一颗高能的太阳。阿嘎，该死的庇护所人有避开末日的办法，竟然不通知我们！樱花国人，这个桌子值50万美刀。这次由史密斯专员带队，樱花和我们一起出手，必然让庇护所臣服。为了对付庇护所，我鹰江国可是出动了烈日级战舰，这战舰可是我鹰江国最高科技结晶。这是什么级别的科技啊？核能驱动，几乎是无限动力。庇护所，在我鹰将爸爸面前跪地求饶吧！史密斯专员，有飞行物正以每秒55马赫的速度接近，请求命令，请求命令！ 55马赫，这是外星人！我管他是不是外星人，烈阳号激光武器准备！警告！警告！已被鹰奖激光武器锁定，评估危险程度。路边一条。那就路边一条！发射！就这么气咚咚撞上去了。这铠甲你们造出来没测试？如今时间紧迫，武器造出来就是为了能用。这机甲的压迫感太强，除了江帆的身体素质，也没人能测试。而且，这具铠甲融合魔法之后，似乎诞生了自己意志，不是别人选择它，而是他选择能驾驭它的人。不过，就算江帆自己肉身硬扛，这激光武器应该没问题。老板小心！庇护所人，去死！
也该死了吧？史密斯专员威武，鹰将国威武。区区庇护所而已，怎么能比得上鹰将的科技？不对，不可能！庇护所什么时候有这种材料了？所有武器单元准备！正好测试一下这具战甲的性能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吓死我了！这群家伙太不靠谱了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这铠甲的力量真带劲儿。我们懂，我们懂，不理你们了。看来魔法和科技结合还真有一套。什么时候要能让我也穿着铠甲爽一下，哪怕死了都值。会有机会的。如果说魔法和科技结合有这么高的可行性，那件大家伙也可以快速造出来了。大家伙，这可是我庇护所最高科技结晶，结合魔法以及道藏，倾尽资源打造，用来对抗异世界危险的最强底牌啊！该死的庇护所人竟然敢反抗，还杀了我亲爱的史密斯专员，不能放过他。你是什么人？加文·罗伊斯奉巫妖王大人之命，接巫妖王大人族人前往魔法世界。走，没有人比我更懂魔法。其他人不需要带吗？不带，一个不带。学习魔法的人有我一个就够了。我早就受不了这将要毁灭的世界和那些普通人了。女王，黑发人族竟然这么强大！莉亚，我们精灵族该怎么办？女王，你有点过于担心了。现在该担心的是世界树上的其他种族。当初欺负黑发人族的种族可不少，甚至包括人族自己那边。确实如此，精灵族作为艾维诺尔防线最前沿，已经和魔族消耗太多时间了。或许黑发一族能彻底解决魔族的问题。而且，女王陛下，你没发现庇护所最大的一个问题吗？人口。江帆虽然说他们庇护所有14亿人口，可世界树上的种族哪有人数是以亿为单位的？所以，女王，您可是我们精灵族最美的精灵，如果能和庇护所联姻的话，好啊，莉亚，你竟敢笑话我，我看是把你嫁给那江帆吧，也不是不可以。那里是人，漫山遍野的人。这就可以，所以我们必须在天黑前。那个，送给你。
作为救世主，有人仰慕我怎么了？对不起。你看看你们，都吓着人家了。仰慕？你确定只是仰慕？我看某些人心里高兴得很。其实我这个人很传统的。就是这样，赵曼曼这小妮子终于开始发难了。曼曼，其实她可以做小的。曼曼，你这个传统是几百年前的传统。你们这是在争夺求偶权吗？哪有？我实验室还有个实验没做完。陈姐，你怎么不走？我走了，你该不会要对小蜘蛛做点什么吧？哪有？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如今第一批庇护所百姓已经全部转移，现在官方鼓励异世界大开发。如果有足够物资，不仅可以兑换食物，还可以兑换一次强化的机会。这个想法很好啊。这也有个问题，艾维诺尔城池太小了，所以我们需要魔族。你们庇护所真有14亿人？最近几年大家都有点躺平，人数有点少。你知不知道14亿人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世界树作为整个世界的中心，其上有各种各样的种族，但哪怕是世界树上最能繁殖的哥布林，种族也不超过10万。世界树上的种族，任意一个种族，如果数量过多，都会让其他种族觉得是威胁。我庇护所不惹事儿，当然也不怕事儿。笑话，现在庇护所几十万特战队员的身体素质几乎都强化过一次，再加上科技和魔法结合的武器，还真不带怕的。当然，也不是没有其他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如果能不动手，我庇护所自然是爱好和平的。我精灵族在所有种族之中，名声算是很不错的了。如果能和我精灵族联姻的话……喂，等等，你们要做什么？1、2、3。单纯靠人多以及名为科技的武器吗？巫妖王陛下，没有人比我更懂庇护所，我说的句句属实啊！冕下，人海战术谁能比得过5等亡灵大军？请冕下允许吾出征踏平艾维诺尔。小野一郎死在艾维诺尔，和莉莉丝接连在艾维诺尔失去联系。他们的武器，特别是那灭世武器，不能小看。灭世武器而已，我的魅惑之力全力施展下，哪怕数万斤的死物都能顷刻间魅惑。到时候可以请他们看一出好戏。可惜艾维诺尔竟然让我损失2员大将，小野一郎也就罢了，可惜莉莉丝若是被对方俘虏，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对待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这包薯片我就笑纳喽。修道之人当清心寡欲，这些零食花式上供给祖师爷吧。你们还缺祖师爷吗？喂，你们在这里玩游戏也不喊我啊？
你不是在和精灵女王做游戏吗？精灵女王呢？回去了，而且出大事了。魔族有动作了，精灵族正在准备布防。说起来，我们一直在说魔族，但魔族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生灵还不知道呢。对于魔族，应该是和我们一样的智慧生物。如果是智慧生物的话，未必不能好好交流。这个确实，如果魔族只是想要一片生存土地，未必不能和谐共处。对，一切的矛盾都源于资源分配不平衡，庇护所恰好可以解决这一点。不可能的。你们听闻过泰坦吗？阿西亚世界诞生之初是处于一片混沌的世界，泰坦便是这个世界诞生的第一类生灵。每一位泰坦都会以自身力量孕养一棵世界树，世界树上的生灵便是泰坦的食物。那泰坦岂不是说，如同创世神一般？这种生灵每一次打盹的时间都是以亿万年时间记载。如果科技结合魔法再发展亿万年，未必不能拼一拼。众神合力击杀了阿西亚世界的这名泰坦，并以生命为代价埋葬了这位泰坦，作为世界树的养料。而魔物，则是泰坦死后的怨念化作的种族。吓死我了！还好这泰坦已经死了。那这个世界原土生灵有可能便是众神遗色。若是这样的话，也可以理解他们的人口为什么这么少了。为什么？神明的遗泽代表着这个种族所能诞生的人口数量和质量。如果遗泽消耗完了，人口自然不增长。我有问题。那我们庇护所人为什么人口能一直增长？作为庇护所人，我们除了信财神，什么时候把这些神当回事过？我真信祖师爷，宗教人士除外。而且如果硬要说我庇护所人为什么不受影响的话，往上数到上古年代，我们谁家祖先还不是个神？我们庇护所人或许本身就是半神。这是魔族入侵了！该死的人族代表为什么还不过来？还能因为什么？一群孱弱的人类，面对如此庞大的魔物工程，肯定是怕了。哦，美丽的精灵，我哥布林有强大的繁殖能力，精灵有强大的力量。如果我们结合，或许能诞生出打破魔族入侵的新种族呢。放肆，敢对女王不敬！牛头人族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哥布林族长的话不是没有道理。我觉得哥布林族长的话不是没有道理。放肆！精灵族何等高贵，怎么能？艾维诺尔遭受魔族入侵，哪里来的什么高贵和卑贱？哥布林也就罢了，你们牛头人可是我艾维诺尔最强大的战士。随着我们精灵族一直冲杀在最前线，斩杀无数魔物，没想到你们竟然也……
牛头人是艾维诺尔防线最强的战士，是要和矮人一样吗？矮人族欺凌弱小，那是自作自受。弱小，所以老子恨透了艾维诺尔。艾维诺尔作为抵御魔族的第一道防线，我们常年抵抗魔族，哪怕是我哥布林一族的繁殖能力，速度也根本跟不上魔族的消耗。与其如此，不如投靠魔族。你们找死！艾维诺尔单体战力最强大的精灵族啊！没早做准备，我们怎么敢这个时候摊牌？你们这么做，难道就不怕庇护所清算你们？你们这么做，难道就不怕庇护所清算你们？我知道你们和庇护所关系很好，女王，你甚至还大半夜从庇护所那里出来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们依仗的庇护所，真觉得他们能活着回来？庇护所的强大来源于庇护所的科技武器。可如果魔族一方有一位比谁都懂庇护所的人呢？这一次看来终于能攻破艾维诺尔防线了。哪有那么快？控制住了精灵，策反了3大族长，可那个庇护所似乎也不是个简单存在。放心，没有人比我更懂庇护所。如果这次打赢，艾维诺尔可不可以赏赐给我？如果能获得一片领土，这日子美滋滋。世界树一共分9层防线，艾维诺尔只不过是最下层防线罢了。什么意思？还要打仗？我是鹰将国权力最大的人。末日来临之前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让那些自诩为古神的人认识谁才是真正的古神。末日来临对我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影响。我在鹰将国境内建立了大量的基地，把能交得起门票的人都收拢了进去。后来我穿越了，这是一个有着魔法，甚至能实现永生的世界。只是我对这个世界非常不爽的是，他们魔族总是喜欢打一些无意义的仗，既不能获得石油，又不能获得任何的好处。我们魔族生来可就是为了屠杀世界树上所有生灵存在。放心，你不是世界树的原生种族，我们对你是没多少敌意。咦，那群庇护所人好像要动手了。是庇护所，有庇护所的科技武器在，必然能彻底终结魔族。是庇护所，有庇护所的科技武器在，必然能彻底终结魔族。
清！这就是庇护所的科技武器，和矮人族的蒸汽科技简直不在一个纬度。喵呜，好可靠！好强的科技武器！若是这些武器无穷无尽，哪怕是我也无法抵抗。我之前所统治之所，科技力量可比他们强多了。没有人比我更懂科技，科技可远远比不上魔法。那是自然，也是时候让庇护所这些异界土著知晓死灵魔法的恐怖了。这就赢了。魔法在科技的力量面前就是个屁。喵呜，庇护所还缺人吗？有人收养喵呜吗？不对，这场战斗还没结束。这个距离，按照鹰将指挥官的说法，哪怕是狙击枪到了这个距离，吾也有足够的时间去躲避了。复活吧，吾的军团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亡灵魔法！完了，喵呜！哪怕庇护所科技再强，面对一群打不死的亡灵，根本赢不了。那个该死的亡灵魔法师距离城墙太远了，我们的魔法根本攻击不到他。没用的，庇护所科技我们也研究过，导弹倒是能打击到对方，但动静太大。那个名为狙的枪支倒是能打到，但这么远的距离，对方也能轻松躲避。狙，这种武器单点攻击很强，但打不到人依旧白瞎。什么狗屁科技武器，吹得天花乱坠，只要打不中，能对老子产生一点威胁。多亏了鹰将指挥官泄露各种武器的参数，不然还真不好办。等会儿我们先顶住这亡灵大军，你们先撤离，向第二道方向。喵，可不要小瞧我们啊！我还有个燃烧生命的禁咒。别急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这不是狙，你这不是打得远，伤害高，一枪秒，这怎么就不是狙？亡灵魔法！愚蠢的庇护所人，你们跟我的亡灵大军去玩吧！这群恶心的蝗虫，艾维努尔的勇士们，陪我一起斩杀他们！也该轮到我出手了。这才刚刚开始。
给我死！你不是说狙击枪不可能在那么远的地方攻击到我吗？哦，我的嘉文，我也没想到你会站在那里准备硬扛狙击枪啊！放我们那里，你这种做法，上帝都不敢这么做。上帝是谁？没见过，不过大概率是一个庇护所人。听说他在那边娶妻生子，还生了个儿子，姓洪。我对你们那狗屁上帝的私生活不感兴趣，我只想知道你提供的情报为什么和我们遇到的是不一样的。你知道的，庇护所人的脑回路一直都有些不太正常，他们有病。我们曾经和他们打过一场，然后他们就患上了一种名为火力不足恐惧症的病症。你们打过一场？那一场战斗，我们有着钢铁洪流，他们靠着钢铁般的意志打赢了我们。用血肉之躯和这种钢铁洪流对抗吗？即便是我们亡灵对抗着钢铁洪流都觉得胆寒，他们居然打赢了。那有什么？我们鹰将国几十年前就有这些装备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现在打开空间之门去你所在的世界，把你的大军搬出来。几十年前就这么强大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那还不起飞？没了。什么没了？鹰将国的武器几十年年久失修，一直没发展，也好多报废品。没了就没了，只要有会造的人就可以重新修好。也没了，他们失去工作，饿死了。我亲爱的嘉文，你不能指望我去养一群创造不了价值的废物。别着急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也是占优势的。先说说为什么你的情报和对方武器偏差那么大吧。他们患上了火力不足恐惧症，所有武器量大管饱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能一枪毁灭敌人，打得够远的都叫狙。而且他们这些年连钢铁都诞生了意志，希望我们的亡灵也有钢铁般的意志。这群怪物，他们的炮弹难道是无穷无尽的吗？倒也不是这样，只要亡灵大军能撑个10年8年的，应该能把他们的炮弹全部耗光。10年8年，我魔力早耗光了。
拜拜。看来魔族已经拿下艾维诺尔了。走，正好把精灵女王作为投诚礼物。快走快走！我已经迫不及待看到那群庇护所人跪地求饶的样子啦！看来你们就是魔族的幕后黑手了，鹰将指挥官。莫以为你真赢了，我魔族大军无穷无尽，艾维诺尔被攻破也只是迟早的事。邪魔外道，你手下都成渣了，快去找吧！你们找死！谁说我们没手下了？伟大的魔族大人，我们来了！我们来了！艾丽、莉亚，你们三个竟然背叛艾维诺尔！我是个商人，明知道守不住去死守，还不如提前给自己找一个好的靠山。就是伟大的魔族战无不胜，现在就是很确定这一件事儿了。江帆，快带着庇护所逃！只有你们逃了，艾维诺尔才有希望。逃得了吗你？你们的特战队员已经被魔族大军彻底击溃了吧？难道有什么不对？那个，我们全输了。那个，我们全输了。不是，我们都投靠你了，你输了！一辈子就赌这一次，竟然还赌错了！邪恶终将退散，魔族也终将被消灭。还未到最后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结果已经很明白了，你最好现在放了艾丽和莉亚，不然你们逃都没法逃。我们有人质在手，若是不想让他们有事，最好乖乖的把艾维诺尔防线大门打开。江帆阁下，女王很早之前就下达过命令，若有一天她被抓，不要顾及，直接覆灭魔族。这位精灵女王身上可是有你的味道，你该不会真看着他们死吧？不要！不要！空间传送，怎么可能？小瘪三儿，当然是我了！卑鄙的人类，你果然是假意投靠我魔族！投给我去！白痴，自不量力！卑鄙的人类，为什么背叛巫妖王大人？一群白痴！我要的是继续当人上人，而不是当你们手下的一条狗。成为魔族大军的高层，你依旧是人上人。拉倒吧，一群没有智慧的魔物！我要当的是人上人，
你们要灭了所有人了，我背叛你们很合理吧？你就不怕我魔族大军灭了你？小瘪三儿，给我擦皮鞋！我要你死！我要你死！没了人质，还敢猖狂？发射！这不科学。是魅惑魔法，高阶魅惑魔法可以魅惑许多无生物存在，也就是说，你们庇护所的科技武器对我将再无作用了。科技武器对魔族无用了，岂不是说？接下来，恐怕真的要面临苦战了。不是，我投靠错了。早知道，我直接带着鹰将国所有人一起穿过来了。那群王八蛋比我还没人性，真过来到底听不听我的还不好说呢。知道怕了吗？现在带着庇护所所有人投靠我魔族，我还可以给你们一条生路。哦，你能魅惑科技武器？哦，你能魅惑科技武器，但应该不是无限魅惑吧？小弟弟猜得很对。哼，魅惑魔法一来受限于我的魔力，如果只是魔力耗尽的话，也不是不能对抗。我们的武器哪怕只被魅惑一部分，也足够把整个艾维诺尔轰成平地了。不是你们储备那么多武器做什么？要把艾维诺尔炸上天吗？庇护所毕竟来到一个新世界，万一这个世界的人都不接受我们呢？那如果不接受你们呢？我们庇护所是讲道理的。不是你个鬼啊！明智的选择。第二个缺点，我控制不了体量太大的东西。如果是以体积论的话，那海中的舰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可这里哪来的海啊？给你们庇护所一个臣服我的机会，否则所有人都死！跟他拼了！只有攻破的艾维诺尔，没有投降的艾维诺尔防线。恐怕我们这次都要死在这里了。魔族的阴谋不会得逞，这次我们和庇护所并肩作战。跟他们拼了！这个世界人都没有，那还有什么乐趣？谁说我庇护所没有后手了？指挥官，把空间门开到最大。指挥官，把空间门开到最大。空间之门什么时候能开这么大了？庇护所什么样的后手需要这么大的空间之门来传送？虚张声势，虚张声势罢了。伏羲大数据中心正在进行跨界请求，南天门登陆平台已穿越界壁。你们庇护所背着我们都在研究什么玩意儿？不能让这个怪物出来！检测到异动能量入侵，玲珑塔防御矩阵启动。自动反击程序启动。